我能成为全世界开保时捷992 GT3 最快的男人吗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键盘车神教，我就是传说中最后的教主。大家都发现了，我最近这个标题呢是越起越邪乎，因为不邪乎的标题的确没有流量，哈哈。那上一期我在纽北开保时捷992 GT3 刷到了6分57秒，不仅是纽北 BTG 最速华人，也是第一个 Sub7 的中国人实现了0的突破。本来呢去吃大餐庆祝一下就收工了，但这时候米其林出现了。他知道我的圈速是用旧胎做的，于是给我说他们可以提供一套全新的轮胎啊，那这不就是让我加班吗？我当时就想义正言辞的拒绝他，我们精神欧洲人怎么能加班？我们老德国起来就这么一出，除了吃就是喝，没别的。毕竟我都是宇宙第一个 Sub7 的中国人了呀，那我还开个什么劲儿，对吧？一圈 GT3 也是很贵的嘛。但这时候吕德说了，全网最快的保时捷992 GT3 BTG 圈速是6分54，你现在是6分57，要不要挑战一下？那话又说回来了，大丈夫生居天地之间，岂可郁郁久居人下？于是，在下午，我们的保时捷992 GT3 就换上了一套全新的米其林 Cup 2 地表最强半热熔。这要是能比6分54快，那我不就是开保时捷992 GT3 跑纽北 BTG 最快的地球人了吗？那么你们觉得我能够做到吗？发个弹幕预测一波，再顺手投个币，哪怕点个赞呢？我们去赛道里拉爆这台车吧 ！Go！ 键盘打工人上线了，在成为纽北第一个做到 Sub7 的中国人以后，教主并没有停下他的脚步，反而是向更高峰发起了挑战。感谢米其林啊，虽然只是一套轮胎的帮助，但他们好比是给了教主一张白纸，能够让教主在上面绘画出自己的梦想。不过最后画成什么样，还得是看教主自己了。转向 T13，在有了6分57的成绩保底之后，教主现在开起来轻松多了。之前积攒了2年的压力，在把这个男人压垮之前，终于得到了释放。他现在在精神层面有了赛车当中最重要的一项优势，那就是轻量化。这2年来数不清多少次，他为了不在纽北留下遗憾，带着遗憾离开了纽北，最终用一圈6分57终结了心魔。他告诉自己，也告诉所有人，他开 GT3 能做到 Sub7。现在来到了教主他眼中的低速5连弯，6分57的那一圈，教主在这里吃了一口路肩，把变速箱给颠进了空档。后面我也找朋友研究了一下，发现这好像是双离合都会出现的小问题，像 AMG GT 系列也都有这个通病，一般是车况越差，出现的概率就越高。而教主开的这台呢，是个租赁车，它纯赛道里程就不知道多少万公里了，所以出现这样的变速箱问题也不能说非常意外吧。现在来到小桥直线，车窗外两边看了无数次的风景，飞速的向后退去，它快到似乎是已经变成了风的形状。冲进飞机场绊脚刹车，弯速拉到了174。现在教主已经总结出自己的一套纽北心得了，纽北的快是整体节奏的快，在高速弯里面拼命拉弯速，对最终圈速的提升是非常有限的。模拟器上跑过纽北的观众应该有这个概念，就把纽北的4大高速弯单拎出来，普通车手和职业车手之间也不会有太大的秒差。瑞典十字签尾速265，最低弯速195，这还不如6分57的那一圈呢，松弛过头了。转过阿亨贝尔格，这里的弯速倒有105呢。轮胎立大功，这套米其林 Cup 2它不管暖没暖胎都是暖的，因为它能让教主在纽北的每一个弯都不再难过。全油门俯冲进狐狸洞，时速表指针跳动的速度都快赶上转速表了。这次的全油门也是维持到了洞底，尾速262。上坡以后，教主连续搓动方向盘，看得出来车子还是处于非常不稳定的状态。不过他可能也知道啊，无论他再怎么躁动，教主最终都会把他救回来，所以他也放弃挣扎了。穿过阿德瑙森林，前半程穿针引线，但这里稍微推了一点点，问题也不大。跑了无数圈纽北的教主已经和赛道和解，他现在就是这里的迪士尼公主。等他一唱歌，这里的路肩、围墙、草坪都会跟他一起唱。抵达了阳湾，这一圈也是干净的吓人啊！我整理了一下教主在纽北的关键事件和时间点，我发现纽北和新三国
说一样存在 ELO 机制，都是胜兵必骄，骄兵必败，败兵必哀，哀兵必胜。像刷领克的那次那么顺利，结果刷完以后呢，教主遇到了各种赛道事故，各种赛道红旗，各种赛道关闭，仿佛是有个运气守恒定律。而这会儿的教主刚跑完 NLS， 那一下赔了20多万，属于是哀兵了，这就触发了纽北 ELO 机制，所以这圈会那么干净。转过3路间，新轮胎真是太稳了，踩下油门也是满满的安全感。也要感谢保时捷造出这样的速度机器，能帮助教主圆梦 SEP7。很多人都只看到教主这2圈纽北跑得流畅，看到保时捷在纽北创下各种神奇的记录，却不知道911要跑成这样是很困难的。可能很多普通观众都没有概念啊，911的轴距只有2.45米，比丰田 Supra 还要短，就连我们的50宏光 mini EV 都有2.19米啊。正常来讲，轴距越长，高速弯越稳定，这也是现代 F1 尺寸越做越大的原因之一。911这样的短轴距呢，在高速弯里面就会相对吃亏，而纽北呢又全都是高速弯。另外，保时捷的后置后驱布局理论上来讲也是不适合赛车运动的，可保时捷呢却用它神奇的调教技术把这2者相加，达到了负负得正的效果。这种坚持真是和教主完美的呼应上了。在这里想对保时捷说一句，我们想在纽北开 GT3 RS， 如果是 Manta Racing 的就更好了。大左弯里教主踩着全油门，还是时不时的需要修正方向啊。如果是 GT3 RS 就肯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。颠簸之中，教主坚定的踩死了油门，精准的压过每一个弯心，也压碎了欧洲人眼中亚洲人不会开车的刻板印象。当年李小龙一脚踢碎了东亚病夫的招牌，而现在除了周冠宇、叶一飞、马清华，教主也能献上一份自己的绵薄之力。勇气 Shikin 都没有松开油门，最后在勇气之弯前踩下刹车，弯速173，教主的勇气值有所提升啊。还是说在纽北的后半程，他和车的契合程度更高了。前方修道谷松了一脚油门之后，快速的切入，这才叫做开车啊，这才是真正的 drive machine 啊。教主他要的是一台能够在黄昏时陪他垂钓夕阳，拉起他堕落人生的车，而不是一台在车展当中被擦得锃光瓦亮，扔在汹涌人潮中的展览品。继续全油门，教主无视了一连串的假弯，就像他无视了一路走来遭遇的否定和质疑。以100加的时速扎入了旋转木马，速度维持在了90上下，提前拉扭矩加速冲出旋转木马之后，教主继续火力全开，高转自吸的声浪成为了他登顶之路上的奏歌。连 GT3 都知道他现在跑的这一圈注定不会平凡。绿油漆弯短暂的松了一脚油门，出弯之后立马补上，即将抵达高8，在这里教主的轴荷转移稍微剧烈了一点，但成功触发了他99%几率的旧车被动。现在开始了纽北最后的快节奏路段，在这里911的短轴距将会大显神威，但容错率却是没变高多少。一旦节奏断了呢，高转自吸低扭差的缺点就又会被暴露出来。来到弹跳者左右路肩，这一圈教主对于路肩的使用并不是非常的极致，是向右路肩尺度没把握好，车身差点失控，但再次触发了他99%几率的旧车被动。他这被动技能没 CD 的，马上就到网红弯出现了，慢车是慢车啊！一台718 GT4 行驶在网红弯前，尽管他很早就让出了路线，但还是让教主的刹车点提早了很多啊！而且慢车不止一台，是一台接一台。完了，绝望了，这还有戏吗？银色的卡雷拉大哥让路了，教主顺利通过小水井，但剩下的这位大哥反应稍微慢了点啊！最后让是让了，但影响也已经产生了。原本近在咫尺的6分54又开始变得遥远，现在能否突破6分57的那一圈都成了问题。但是教主没有放弃，他也不能放弃，他要更努力的过好剩下的每一个弯。现在冲向小跳台，刹车点延迟到了起跳前的最后一刻，接着高速拐进回旋弯，咬死了弯心，组合弯里面也是剁死了油门，手中的方向盘在告诉他还可以，能撑得住，全力冲向大跳台，调整了一下角度之后接一个高速俯冲，没有任何顾虑的冲向植物园2，轮胎已经快到极限了，但他还是不松油门。挺好的，我模拟器里也是这么开的。教主在地球 Online 里也不是第一次这样操作了，敢冲击纽北 SEP7 的人就应该是这样吧。世界上充满了不敢迈出第一步的孤独之人，他们怕自己不合群，怕别人异样的眼光，而教主却早已明白，生活是属于每个人自己的感受，不属于任何其他人的看法。把车丢进了小木马，在小木马里失控也能触发旧车被动啊。现在冲向断头台，耗时6分35秒，这速度这一圈他要成传奇了。揣着理科生的闷骚性格，却干着这么牛逼的事情。他要是听说唱高低得和 DDG 一样说一句中国赛道文化死了，我鲁超负全责。过了最后一个弯，终点线出现在眼前，同时看见的还有一个新的纪录的诞生：992 GT3 纽北 BTG 最快单圈6分53.63。保时捷992 GT3 的最终圈速是6分53秒，不仅刷新了我纽北 BTG 榜单的榜首，而且这个成绩呢也刷新了全网最快992 GT3 BTG 的圈速记录，这难道还不值得大家一个3连吗？那上一期节目里面呢，有一些人说教主不如场队车手啊，我不如场队车手，那我当然不如场队车手啦。还有人拿我的成绩跟场队比吗？人家整个团队一次测试要花上百万甚至几百万，几十个人伺候一台车。
而且还是地球上纽北观测水平最高的保时捷团队。人家车子什么调教，我什么调教啊？我唯一的技师是吕德森好吗？你让我开一台租赁车赢人家的厂队车手，让吕德森一个人赢人家保时捷的官方团队，这属实有点强人所难吧。我跑这么长时间纽北呢，我就没有见过真正的玩家用自己的圈速去跟厂队对比，因为跑纽北的玩家都知道官方测试的水平非常的高，不管是官方的调教水平还是他的车手水平。不过能被这么比，也说明大家觉得我的车技还是挺厉害的。但是说回 BTG 啊，我在德国的赛道里面开和大家一样的德国车，我的车子是租的，没有任何的特殊调教，轻脚、束脚、底盘数据甚至我都不知道，甚至我的车子几乎都没有刹车片了，但是我依然做到了全网 BTG 最速，也还算可以了吧，对吧？可能对于有些人来说 BTG 游客圈就是乞丐中的霸主，还是乞丐，但是我觉得还挺开心的。因为如果这个圈速是大马力的 M4 做的，我觉得我是绕开了 GT3 这个攻克不了的难题，我是投机取巧了。但是现在呢，我不仅直面了它，而且还做到了更好，战胜了油管上那些以前我一直在仰望的大神，也战胜了自己。不过大家一定要注意啊，这个992 GT3 的全网最速只是 GT3 这个车型啊， GT3 Manta Racing 和 GT3 RS 还有 GT3 RS Manta Racing 都不包含在内。所以说开得好不如定宇选得好，定宇选得好，你也是世界第一。哎呀，本来想再刷一圈的，但是这个刹车片没了，刹车片剩一点点。如果这个刹车片是 OK 的话，我觉得还能再推2秒。前半程的高速弯我放了一点，因为这是下午第一个正式圈，我觉得还能推得更快。后半程呢有慢车挡，如果前半程猛一点，后半程没有慢车，运气比较好的话，我觉得这台车能跑到650，还有3秒的裤裆。本来想掏一下的，这个大新胎啊，就跑了1圈，我想掏一下的，但是这个刹车皮太薄了，这个刹车皮从这看感觉跟没有了似的，可能里面还有一点，但是看着太吓人了，而且脚感已经变得很奇怪了，就让我有一些勾起了一些不好的回忆。50、51和53，哎，差不多，就这样吧，见好就收吧。今天就收工。叮咚，教主的小黑板时间。OK， 又到了大家喜乐街的小黑板3分钟虚拟版。我简单说一下我这圈的思路啊，主要是2点。第一点呢，就是我的高速弯其实比较保守，我把飞机场、瑞典十字、永吉之弯并称为纽北3大高速弯，纽北3高，纽北3大高山。我的弯速呢其实都不高，那我主要快在哪儿呢？我快在中低速弯里面，因为中低速弯没有风险，我超过极限可以救回来，所以我在这儿可以 push。而且几个高速弯其实你慢也丢不了太多的时间。纽北177个弯角，你不可能赢在那1-2个弯里面。纽北最重要的是节奏，是连续弯里面对重心的控制，是弯与弯之间的衔接。简单来说呢，就是流畅。我高速弯比如说丢3秒，但是我其他100个弯角，我每个弯能快0.1秒，那就是10秒。当然了，如果你想成为纽北的大神，那最后几个高速弯你依然是要面对的，哪怕它再危险，纽北3大高山你是要翻过去的。但这就是我下一个阶段要挑战的目标了。第二点呢，就是轮胎的运营，这个东西呢很少有人讲。虽然我这次只用了1个飞行圈就直接做到了6分53，但是在这一圈以前呢，我做了3个暖胎圈，其实都是在等待机会。我控制轮胎的温度，让它处在随时待命的状态，同时观察场上的情况，观察车流，去寻找窗口。甚至你要预测这一圈放过去的慢车下一圈它会出现在什么位置，你要运营你的下一圈。比如说你快到直线了，那你就不能放慢车了，因为现在如果你放掉的慢车，下一圈你一定会追上，对吧？有时候窗口是靠运气，也是靠运营。其实这也是游客圈、赛道日和包场最大的区别。包场你不需要运营轮胎，你用暖胎毯暖到理想的温度干就完了。但是我们呢得手动控温。有些外行一看说，哦，这一圈交通很好啊，那和包场有什么区别？那区别就在于，可能我们抓到这一圈，等到这一圈的时候，我们的轮胎已经超温了，我们的轮胎已经磨损了，已经不在状态了。你不能只看这一圈，不看以前呀。包场刷圈和非包场刷圈最大的区别是什么？ timing。 所以总结一下这一圈的思路呢：1. 高速弯放了，节奏路段抓住； 2. 要有耐心，窗口可能是你自己运营出来的。分享更多的纽北经验呢，是我希望大家都能够走出那一步。
我2016年第一次来纽北开车，我也不敢做圈速。2019年呢，我又来了，我还是不敢做圈速。大哥，绿色地狱啊，做圈速不是自杀吗？那个时候去纽北的媒体人也没有人做圈速，没有人敢说我来刷个圈，只能说我来朝个圣。这是参观，这是游览，但不是参与。直到2023年，我买了一台 FN2 Type R， 我去纽北练车，我用200马力的最弱 Type R 跑到了8分半，我才发现，哦，好像也没有那么难，纽北也是有迹可循的嘛。让我想到了那句话，只要开始追赶，我们就走在赢的路上。这个对于全球车迷来说的圣地，突然对我有了新的意义。我不再只是仰望它，我可以参与进去了，我可以成为它的一部分，那种感觉真的非常好，就好像它对我敞开了大门。以前大家都说游客日做不出圈速，什么交通不好啊，规则不允许啊，危险啊，但是我到这里才发现，当地99%的玩家不都是在跑 BTG 圈速吗？为什么要以厂商的标准来看待自己呢？只有像厂商一样花一天将近100万去包场才能做圈速吗？所以交通不好，有慢车，但终究会有一个圈速出来，会有一个成绩。没有成绩，你怎么提升呢？你提升的方向是什么？所以有时候我在想啊，人呢就是会自我设限的，那就需要我们勇敢一点，去打破它。就像我做到了第一个 Sub7， 很多人看到了就会说，哦，教主这样菜到抠脚的量产型中年大叔都能 Sub7， 那我们也可以啊，对吧？我希望有更多的中国玩家来 Sub7， 有第2个、第3个、第10个、第100个，也希望他们来比赛，来深度参与当地的赛车运动，或者哪怕只是来练车，只是来提升自己。因为只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玩家真正的在纽博格林展示出自己的实力，真正的踏踏实实的去练车，我们才会得到当地玩家的尊重与认可。我又再一次的想到了当年我们4个人去租一台原厂的 GTI， 但是租车行的人看到我们是中国人，不敢把车租给我们。哎，加油吧，兄弟们！当然了，一定要量力而行，一定要循序渐进，找纽北华人4大天王段老板、社会人他们去上个课，也许是一个好的纽北打开方式。既要勇敢向前，也要脚踏实地。宇德本来想要弄一个蛋糕，今天我们用这个意面替代了，看着有点像蛋糕。今天段老板还说能吃到蛋糕不？做到了，但是没有蛋糕。主要今天太累了。是啊，因为我们仨人加起来没有睡超过7小时，我睡了3个小时，吕德睡了3个小时，小睡睡了20分钟，我们3个人总共睡了6小时20分钟，太牛逼了！就本来以为这个3小时已经很短了，然后小锤睡了20分钟。